这是芭蕾舞者第一次穿上红色舞鞋，然而可怕的是，她的双脚仿佛有了生命般，从白天跳到黑夜，直到所有的舞伴都精疲力尽，那双脚还在不断跳舞。此刻少女才惊恐地发现，红色舞鞋竟无法脱下，甚至在她累死前的最后一刻，双脚仍在不断地跳舞。而这就是由安徒生童话里最恐怖的故事《红舞鞋》改编而来。虽然故事纯属虚构，但却成为了英国史上最具舞蹈技术的电影。佩姬从小视舞如命，并且家境优渥，相貌出众，于是，在伯爵姑姑的引荐下，她如愿见到了名震江南的雷蒙团长。可传闻雷蒙对舞者的要求极其苛刻，但在见到佩姬的第一眼，雷蒙便意识到佩姬就是他苦寻多年的天鹅。于是为了拿下她，雷蒙故作高深地询问道 Why do you want to dance? Why do you want to live? I don't know exactly why, but I must. That's my answer too. 听到佩姬的回答，雷蒙当场签下了她，但这仅仅只是一个开始。雷蒙的芭蕾团哥哥天赋异禀，他的家世和样貌毫无价值，而在遭受众多的冷漠和鄙夷后，他才混上了一个伴舞的位置。但这并未影响到佩姬，反而他更加刻苦努力。终于在一次试演中，作为配角的他有了单独上台的机会。他以其白裙轻盈灵动，将天鹅的优雅展示得活灵活现，不仅征服了在场所有观众，更是让见惯了天才的联盟都无法平复。他迫切地想要将佩姬捧上主演，而就在他苦苦搜寻新剧本时，却突然想起一个名为朱莉的年轻人。他已经不止一次致信雷蒙，自己的作品被他的人盗用。之前雷蒙根本不屑理会，但这次雷蒙决定给他一个机会，而朱莉也不负众望，一段即兴发挥让雷蒙大受震撼。于是他也顺利进入了雷蒙的芭蕾团队。可就在新剧本的前一天，雷蒙原本的女主却在排练时突然公布了订婚的消息，周围人纷纷贺喜，可唯有雷蒙愤然离席。在他眼中，顶级的舞者就应该为艺术奉献一生，无论他多么优秀，一旦陷入婚姻，便再也不能成为伟大的舞者。就这样，雷蒙不顾股东的反对，当场辞退了女主，随后又邀请佩姬来到自己庄园，当着所有人的面宣布，佩姬将担任下部舞台剧《红林宴》的主演。My belief in your possibilities is not shared by my colleagues here. That whatever their personal belief may be, they will all give you their best. The rest, of course, is up to you. 尽管当时所有人都不看好佩姬，但雷蒙坚信自己的眼光。此外，他还动用了另一个新人，让朱莉为红林宴编曲，并且由他担任总指挥的位置。而在随后的3周里，雷蒙亲自监督两人的训练，就连佩姬的饮食都受到严格看管，不仅一口水都不能多喝，甚至一日3餐都要配合着朱莉弹奏的红林宴下饭。久而久之，佩姬也注意到了这位才华横溢的年轻人，但朱莉对舞台的掌控甚至比雷蒙还要苛刻，两人经常因为一些配合吵得不可开交，而雷蒙就在一旁哈哈大笑。直到3周的魔鬼训练结束，朱莉却一反常态地叮嘱佩姬 Dance whatever tempo you like. I'll follow you. 举世瞩目的红林宴即将上演，随着灯光的拉近，一位红色少女闪耀登场。她迈着飘逸的步伐，在鞋匠店铺里得到了一双神秘红舞鞋。然而可怕的是，她的双脚仿佛有了生命般，从白天跳到黑夜。等女孩意识到不对后，红舞鞋已经无法脱下，并且还用魔法将她与亲人分离。就这样，在红舞鞋的带领下，女孩又从闹市跳到墓园，甚至还吸引来无数妖魔。直到多年后母亲去世，少女仍在不断跳舞，所有人都将她视为魔鬼，纷纷避之不及。女孩悲痛欲绝，决定用刀子割断双脚，却惊恐地发现刀子竟又变成了树枝。就这样，在魔鬼的引诱下，少女只能将自己活活累死。而在临死前，她只求有人能将红舞鞋脱下。这次举世瞩目的红林宴圆满落幕，这场表演也登上了英国头条。作为主演的佩姬更是一炮而红。但她做梦也想不到的是，不久后的她竟真的死在了红舞鞋的脚下。而自从那日起，雷蒙的电话便被彻底打爆。面对天价的出场费，雷蒙全部拒绝。他要亲自打造佩姬，将她捧为有史以来最顶尖的舞者，带着她在全世界巡演。而雷蒙说到做到，在随后的日子里，只要是佩姬的主演，全都座无虚席。一时间，雷蒙和佩姬的名字响彻了整个英国。可就在团队的庆功宴上，雷蒙却在队员的口中得知，佩姬与作曲家朱莉双双缺席。 Let this great romance begin with the red shoes. 而这也是雷蒙最不能容忍的事情，并且佩姬还是他有史以来最看好的舞者。与此同时，朱莉与佩姬在海边的马车上刚许下永不分离的诺言，结果第二天他就被雷蒙请去喝茶，而雷蒙也没有废话，只给朱莉2个选择，要么放弃佩姬，要么被自己封杀，整个舞蹈界没有他的容身之地。 In that case, I'll relieve you of it. 面对联盟的威胁，朱莉带着自己的剧本选择了离职。事后，佩姬本想找同事们一起求情，但他们深知雷蒙的脾气，无奈在爱情与事业之间，佩姬选择了前者。而在临走的当天，雷蒙特意来到车站，只要佩姬愿意留下，他甚至可以将整个团队交给佩姬指挥。 I could make you one of the greatest dancers the world has ever known. Do you believe that? Yes, I do. And all that means nothing to you? You know exactly what it means to me. En voiture! En voiture!
最终，佩吉还是跟着朱莉离开了，而这也成了雷蒙自身最大的遗憾，并且在几个月后，他又收到了佩吉订婚的消息，这让雷蒙更加悲愤。他不甘自己最完美的作品就这样毁于一旦。而另一边的两人，自从离开雷蒙的团队后，朱莉的才华不再被人赏识，而佩吉也没有了登台的机会，只能翻看柜子里的无邪怀念。幸好人脉广泛的雷蒙，他听到了佩吉将跟着姑姑远行，于是他也特意登上了那辆火车。而在见到雷蒙的第一眼，佩吉的眼神明显闪躲，他知道雷蒙的来意，也深知自己对芭蕾的热爱，可为了爱人，他也只能再次拒绝。You're happy? Yes, very happy. As a dancer, I mean. I haven't danced very much, you know. But you never stopped working. No, And you never stopped going to class. never. 见状，雷蒙也不再挽留，只希望他能再舞最后一曲红菱宴。Nobody else has ever danced the red shoes since you left. Nobody else ever shall. Put on the red shoes, Vicky, and dance for us again. 最终，雷蒙成功说服了佩吉，在英国正式公演红菱宴。然而，就在佩吉穿上红舞鞋的那一刻，朱莉却找了过来。All the way down from London, I wondered if I'd find you here. And here you are. Left your first night? Yes? 朱莉不顾佩吉的想法，执意要带他离开。可关键时刻，雷蒙也赶了过来，一个希望他回归家庭，一个希望他重回舞台。佩吉近乎崩溃，他不愿放弃爱人，更不愿放弃舞台，但两人执意要他做出选择。All right, go then. Go with him. Be a faithful housewife. The crowd of screaming children and finish with dancing forever. Vicky, look at me. 最终，眼看佩吉不愿离去，朱莉满眼失望，留下一句再见后，便头也不回地离开了。Julia! 而此时开幕时间已到，雷蒙趁热打铁，说他的生命就应该在舞台中绽放。然而就在去开幕会的路上，佩吉突然像着了魔般，双脚不受控制地朝外走去。而与此同时，朱莉的火车也即将到站，但他却看到了爱人的身影。果然，佩吉还是无法放弃朱莉，但精神恍惚的他似乎忘了自己身处剧院的顶楼。最终，佩吉被火车卷进了轨道，而他临死前的最后一句正是红菱宴中的台词 Take off the red shoes. 就这样，佩吉以生命为代价，既没有背叛爱人，也演完了红菱宴的最后一幕。而在故事的结局，当雷蒙得知佩吉去世后，他哽咽着在所有观众面前宣布 Ladies and gentlemen, I'm sorry to tell you that Miss Page is unable to dance tonight. Nor indeed any other nights. Nevertheless, we've decided to present the red shoes. It is the ballet that made her name. She made. 而随着灯光的拉近，镜头下只有一只红色舞鞋。至此，全片结束。再细致的解说也无法比拟原著。我是小无聊电影，期待与你的每一次相遇。